这里是南京的燕雀湖。一到秋天，燕雀湖就像被打翻的颜料盘一样，色彩斑斓，美不胜收。走进燕雀湖，仿佛走进了童话仙境和莫奈的油画中。一排排色彩斑斓的落羽山静谧地站在那里，加上湖面的倒影，没有比这更美的画面了。清晨的燕雀湖，薄雾打在湖面上，真的像油画一样美丽。今天就带着你来看一看南京的燕雀湖。燕雀湖在明孝陵的3号入口处，无论在景区里面还是景区外面，都可以欣赏这片落羽山，只是角度和方向不同，拍出照片的效果感觉不一样。所以我是一大早就进入了明孝陵的3号门，先拍拍里面，趁着游客不多，来到了石像路看一看。很多游客甚至在6点半之前就进入了景区，因为6点半以前是不查票的。这是石像路旁边的一个梧桐大道，游客比较少，可以拍照。这是景区里面的梧桐大道，没有车。这几天突然降温，很多树上的叶子都开始掉了，所以想来看南京最美600米的，一定要抓紧时间了。这是7点多钟，游客已经比较多了。很多人喜欢守在这些石像旁拍照。这里应该是石像路的最佳角度。现在去中山陵的3号门，去那里看落羽山。南京早晚的温差还比较大，如果早上来观景，一定要多穿点衣服。我今天也是6点半之前就进入了景区，那时候天还没亮。现在返回到了3号门，早晨从这里进来的时候还是黑天呢。这里就是3号门景区一进门的桥，左边就是景区里面，右边就是景区外面。我两边都给大家拍一拍，看看有什么不同。这个湖就叫燕雀湖，我先从公园里面沿着湖边走一走。一大早湖边就有很多人来拍照了。今天的清晨实际上天气不是很好，有一点阴霾的感觉，但依然可以看到落羽山非常红的身影。在湖边的树林里走一走，第一次听到落羽山，很好奇这究竟是什么树，因为它的树形和叶子也比较独特，而且还可以长在水中。一般的树泡在水里都会死掉，但这个落羽山却长得非常的高大茂盛。看这些树，至少高10几米，有的高达几十米。其实这个落羽山和以前看到的水山有点相似，尤其是到了秋天，颜色都变成了这种红色。实际上这2种树叶子是不一样的，这个落羽山更像是羽毛一样。看看这水中的落羽山，多漂亮！以前看过不少水山，这是我第一次看落羽山的景色。燕雀湖畔的落羽山规模还是比较大的，
如果想在湖边漫步，仔细地欣赏这些落羽山，还是在景区里面观赏比较合适。只有行走在湖畔林间，才能看到这种美景。但明孝陵的门票是70元，如果进来单看这个落羽山确实有点贵。如果想省掉这个门票，只好6点半以前就进入景区了。所以如果不怕早起，可以6点半之前进园，连着落羽山和明孝陵一起玩了，还能省70元门票。另外早晨来拍照，游客还是更少一些。另外，如果是摄影爱好者，建议9点之前来这里拍照，光线会更美一些。8点多钟，光线似乎越来越亮，颜色也越来越漂亮了。这个湖里还有很多的水鸟、野鸭。看前面这个是什么？看这棵落羽山，多么高大挺拔！真的好像是莫奈的油画。你可以给这幅画起一个名字吗？尤其是这个树干和树叶的倒影，加上粼粼的波光，氛围感非常的好。走在这里，就像是穿越进入了神仙做出来的画卷一般。这个燕雀湖据说在历史上就颇负盛名，走在这里不但可以欣赏自然美景，还可以领略南京古代湖泊的文化魅力。今天早晨没有太阳，湖面上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，这时候的燕雀湖非常的神秘而美丽。现在每年的秋天都有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赏景。欣赏完园区里面的燕雀湖、落羽山，从外面的湖边看一看是什么样子。景区外面的燕雀湖就在明孝陵的3号门旁边，这里可以看到对面湖园区里面的一大片的落羽山。也有很多人不进景区，直接在这个位置拍照。相比于景区里面，这里就是缺乏一些细节。但是如果用无人机航拍，在景区外面相对更方便，因为正好面对这个宽阔的湖面，比较方便起飞。在这里拍照也是比较美的，就是稳一点，因为它这里也是可以飞无人机的。在这里飞个无人机，从空中看一看清晨的燕雀湖、落羽山。